记住啊，我们这个里边间隔的这种石块一定是根据我们水流的方向或者我们流水的方向呢去给它添加的啊，给它添加。你可以添加多一点，也可以添加少一点，因为这上方我们还要给它添加一层，勾勒一点水波纹。是的，没有动手画画的小伙伴来动手点赞吧，啊，点起来好不好？嗯，活络一下筋骨。这会儿我们可以来一个课间的广播体操，让大家放松一点，再往远处，对吧？稍微的勾勒勾勒。好，在水流两边我们呢用什么？是不是淡墨去统筹这个画面？好，我们把这个淡墨叠加出来。推远。好，大致的这么一个形象画出来了吧？画出来的，来敲个数字一啊，使劲点赞当中是吧？好，来，画出来的敲个数字一啊，我们看一看啊。然后在这个上方小桥的左侧，其实还有一点水流的造型，我们也给大家形象的表现出来吧。画完之后画远山真的要轻松一些啊，你别着急说啊，这个都到这点了是吧？还没画多少细节，对吧？后边没有特别多的细节了。好，把这个水流是吧，大致呢画到这个小桥这一块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河流的造型。当然边缘呢，你可以比如说先给它擦一擦，过渡往边缘。一会儿我们刻画上边的颜色的时候，就给它衔接起来，衔接起来。还没吃早餐，饿着肚子是吧？来个大白兔吧，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张嘴，用我们这个网线呢，直接送到你嘴里边。在这个石头的后方，这个水流，我们说画水和山径小道都一样，它贵在什么？藏源，把它这个山路啊、源流啊藏住，但是又要体现出它有什么？它有一定的出处和大概的一个脉络走势，对不对？好，从左上啊右下，然后我们再来里边勾勒一点点，同样要间隔一点点小的礁石，对不对？让它看起来更加的这个从上往下，是吧？好，小的礁石在里边，然后你勾勒水波纹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它来衬托一下。我吃了早餐的，所以呢，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吃早餐，免得低血糖了。啊，低血糖了就不太好了，那就吃颗大白兔吧。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可以来一颗，心情不好的时候来2颗。吃糖可以使你快乐，能让你感受到更甜的幸福感。那么来2颗就有双倍的快乐。大白兔，你觉得拥有童年的回忆是吧？我们50年代的小伙伴呢，应该是吃过的。来，我们呢从上往下，根据这种水流的方向，来勾一些水的波纹。然后右边是吧？
左边呢再从上往下。稍微的勾勒一点就可以了。好，水流的细节是不是有了？刚刚虽然我们加了那么重的墨色，你看现在它都不浓重了，这就是生了，不是湿润了和干了的情况下的这个区别。那在这个转折这一块是吧？我们可以适当的再来一些浓重的墨色，去给它皴擦一下。好，去给它皴一皴。你甚至于可以再去强调，对不对？我们之前说过，你皴完第一遍，第二遍呢可以去强调一下墨色的对比关系，然后呢再去叠加的时候就是什么？可以适当的再融合它的墨色的过渡的关系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画上方的这个树木了啊，这个石头了和树木了。上方的岩石我们先勾出来吧，不然大家还看不到效果啊。我们一起来画这个山顶部分了哈。底部大致我们现在画到这儿，有需要截图的可以截一下，截好了敲666。好，截好了敲666，好吗？这是底部我们刻画的这一块，但目前还没有浓重的墨色呢，去强调啊。是吧？可以了哈。这个截图的小伙伴呢，可以在班级群内给大家分享一分享。好，来画远山的时候画完，我们再来画左侧的树。其实细节也是比较多的哈，细节也比较多。一会儿如果时间方便啊，我们就带大家来画我们的挂历啊。要是我们不是那么的快的话呢，我们就下次再画。好，淡淡的墨色，哎，淡淡的墨色。好，像那个墨色掉到纸张上或者毛毡上了，没有干的时候，你就抓紧把它给吸掉啊，吸掉就行。好，我们来看一下山顶哈，这个岩石从这个纸张顶部往下画，它有一个斜坡，它是位于竖着中心线右侧，整个竖着的中心线到纸张的右侧，大约，往下拉一点吧。竖着中心线，然后到纸张的右侧边缘一半，是吧？一半的位置，然后呢再往下走，是不是？走多少？一个颜料管或者一个大白兔的距离，是吧？然后呢转折过来，啊，再转折一下，然后最高的这个山峰啊，是吧？最高的山峰在我们的竖着中心线上，就在竖着中心线上。大约在这个位置。好，它的造型大约就是右上左下，然后呢，把这个山峰的大体的轮廓吧，要画到左边的边缘去。你可以先用淡墨是吧，微微的勾勒一下，因为这个画比较长，然后我们直接动手的话，一会儿，避免它出现特别明显的这种偏差。好，比如上方这样倾斜过来，好，然后我再往下边走，大概画到这儿，然后再下来。好，这是它基本的一个轮廓哈，基本的一个轮廓，比较长的。然后它要接到这个岩石的这一侧，快挨着这块岩石了嘛，快挨着这个下面的岩石。它们至少间隔1个多颜料管或者1掌的距离呢是留白的，是留白的。好，我们呢从上往下是吧，用墨色来勾勒我们的轮廓了啊，勾勒它的轮廓了。推进点，推进点，位置关系确定了对吧？好，从上往下，好，这个从上往下把大体的岩石的造型给它确定出来了，然后再来一点点
然后再比如说在下方，我们再交叠一层。这个水分呢可以湿润饱满一些哈，湿润饱满一些。然后我们再从右侧是吧，适当的多去交叠几层，让它含混一些，不一定要特别的清晰，因为这些地方就需要它虚下去。用的什么毛笔？狼毫，狼毫的小号。再从上方，好，我们刚刚虽然定了位置呢，我们还会给它画的呢，稍微的形态比它更饱满一些。但这些墨色我们都可以给它隐约下来，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旁边给它皴擦几笔，皴擦几笔就可以给它覆盖住了。山顶部分，我们又回过头来，把山顶的轮廓造型给它勾勒的清晰一点，我就给它塑造了啊，勾得太直了。它本来颜色就比较刚劲，它怎么体现刚劲嘛？那不就是这种直线用的很多嘛，而且转折比较方硬，是吧？它不是那种曲线柔曲的感觉。好，为了填出一些线条的这种沉稳的感觉，你看我们经常行笔转折的时候比较钝，就是要顿一顿嘛。好，前后的关系区分开，然后我们在前方呢，适当的去给它交叠一些小的细节。我可能边勾就边给它皴了哈，反正要交叠一些小的这个层次嘛，在它亮一点的地方。好，在这个顶部，是吧？它稍微的细节就在哪儿？这张画的细节就在这里。嗑着瓜子画画，可以来点开心果啊！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的、特有的，快乐小零食。好，来点淡墨，把边缘是吧？平整的给它擦一擦。前方我们其实皴了一些有明显的笔痕的一些笔触，然后呢，需要用点淡墨给它概括一下。吃着开心果，在一边点赞，啊，手上嘴上都不闲着啊，都不歇着。好嘞，然后再从上往下，好，给它皴擦一些笔触。然后它可以有一些大小、宽窄的不同的笔触在里边啊，都不要完全雷同了啊。
但墨色它都比较淡，在亮部的地方，它也需要一些这种清晰的笔触，不可能完全含混到一起，是不是？是刘基友的老师是吗？他的师承关系呢很多，不仅仅是一个，他们之间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的。然后从下往上，在画这种大块阔的岩石的时候，其实它没有太多细节，你画起来会更加的，是不是舒服啊？好，终于轮到自己大展拳脚的时候了，啊，不用那样精勾细描的了，是吧？好，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点关注可以点一波关注啊，以后每次直播会自动给大家提醒。当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继续，或者说多画一画的小伙伴呢，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呢，可以获取每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提前一天都会发给大家。就是前后交叠的关系区分开，对不对？底部呢它比较浓重嘛，相对来讲。然后现在我们还是给它再擦的，或者说先凸显区分，然后再去给它做墨色的过渡关系。好，底部给它皴擦出来。稍微有一些角度不一样的笔触啊，不用说完全是上下的，可以有一些倾斜的笔触就在里边。好，在这块呢，先给它画到这儿，然后等它干一点，回过头来我们再去给它过渡，好吧？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来把镜头稍微推远，顶部这一块呢就先加到这儿。再往下方走的时候啊，比如说右侧，岩石的这种轮廓是吧？线条，往下呢再带一带。好，左右这个侧锋，左右这个侧面，给它区分出来。好，再往右侧，皴的时候或者擦的时候，这块的笔痕呢，它没有特别的清晰啊。咱们再注意到，就是对比关系或者前后的层次拉开，稍微的拉开一些。先拉开之后，再统一的去用墨色去给它罩染，或者去给它皴擦，给它皴擦就可以了。有长有短，有长有短，然后右侧又再来。用一点我们说的斧劈皴是吧？这种块阔的大的岩石，用的什么大斧劈啊？拿出大的这个块阔的笔触呢，去给它概括就可以了啊。哎呦，颜料掉了。好，把咱们这个上方转折的位置呢，你可以适当的去再强调一下它们的对比关系。跟丢了是吧？跟丢了就点赞，确实，这也是保持了一个好习惯是吧？
先点赞后观看啊，以后就要保持这样的习惯，跟不上了也就点一点啊，活络一下筋骨，可能我们又可以再继续了。好，再来继续。弹幕啊，弹幕，你看到底部啊，你比如说从下往上，你看我们都可以给它稍微的存上一些笔触，然后呢再往下边走啊，不同的这种快阔的。这个只有你比较偏狼毫硬一点的笔触呢，你可能才能画出这样的效果来。如果你用阳毫，它可能不容易画出这种爽朗硬劲的这种笔触。好，从下往上，给它适当的去抻擦一下。OK， 好，树梢这个石头顶部这一块呢，大致画到这儿，然后我们再往下方走的时候，再往下边走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的刻画一点点它的小细节啊，在岩石的中间啊，岩石的中间，比如说大约在这个位置，从上往下，给它添加一些石头。啊，要接到这个纸张的底部的这个小桥这一块了嘛？好，这块石头大约画到这个位置，就是把它的结构在这块加一个大的结构线。什么是结构线啊？有没有小伙伴能回答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大的一个轮廓里边内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些大的体块关系啊？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理解它就可以了啊。老说结构呢，可能有些小伙伴呢，就懵了。什么是结构？就是一块大的轮廓内部的一些小的形态啊，一些小的形态。好，然后我们左边是吧，要用这个快阔的墨色啊，给它衔接下来啊，当然要和我们的这个小桥的桥面，区分开啊。该放开的时候你就要放开，该这个什么你精细的时候你就要处理的精细。整体着手是不是？整体观察，局部着手，整体和谐统一，局部要精彩，对不对？好，你如果只是夸夸夸看到那种豪迈的笔触给它画出去，小细节呢它又没有把握住，那这个画就，不够有意思了，对不对？好，小桥的后方，你都用淡墨给它带一带，把这个人物都可以用淡墨给它衬托出来。可以随意加吗？这个随意这个词儿，都肯定不能这么随便说呀。那只能说随意呢，可以相对灵活啊，相对灵活。你这可以说随意是吧？那你随便加成什么样子？老师你说的随意加的是吧？那我敢这么说吗？好，然后我们再来，然后我们在这个右侧是吧？右侧，我们可以给它再添加一层啊。这个结构线呢，它是偏顶部的。偏这个明显的，疑问没有了，好，空了，卖空了是吧？好嘞，回头我们再问问店铺有没有那款勾线笔，它的韧性很足啊，比较，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皴一些小的面积它都能用。
这个不能弄到毛毡上了啊。好，你看根据这种交叠关系，是不是我们再来给它区分开？对，叫灵活。好，根据这种交叠的关系，是吧？用大笔触把前后，对不对？给它塑造出来。好，记住点睛的人物，点睛的人物，咱们呢是要给它，衬托出来的，不能把这个人物到时候给它这个什么了哈。人物你也融到一块去了，就就看不出来了。好，一会儿这个点睛的人物的脑袋、头发，我们可能再给它稍微的加强一点。来自于大山的压力，是吧？好，然后呢，我们再从它的边角，我们再来皴擦，来带一带。好，底部也是一样。好，淡墨是吧？逐渐往上面去衔接过渡。从上往下。好，小笔触给它皴出来。一会儿我们用淡墨整体给它衔接啊，整体衔接一下。啊，这上方快阔的笔触是吧？若有若无的，有大有小的。角度呢，整体倾向于偏一致。是吧？连头也不配看。好，一会儿可以把小树的头啊，再给它加重一点点，加重一点。好，顶部啊，这么空旷的面积上面，我们可以稍微的来一些皴擦的笔触啊，皴擦的笔触。然后皴完了明显的笔触之后，是吧？来一点不那么明显的，啊，给它带一带。墨色要衔接合适。好，顶部你看干的差不多了，对不对？顶部干的差不多了，一口气点了200赞，手都摸。好，那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啊，劳逸结合。然后我们再把底部交叠的位置干了呢，它的墨色就要看起来协调很多啊。比如说再从这一侧啊，我们再来。他的画不仅有是吧精细的细节，也有一些比较豪迈的笔触，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呢，都可以放得更开，都可以放得更开。你的笔能用多久是吧？这种用法，如果天天画的话，用个还是也能用几个月的吧。也能用几个月，已经挺不错的了。就我们画山水是吧？笔凸一点你也能用，就画不同的内容嘛。你要比这个锐利一些，画不同的画面同样也能用。
然后再从上方。好，暗一点的位置啊，我们呢就墨色平整一点了啊，水分大一些。村的已经有比较，村的已经有比较明显的笔触了，然后我们再来给它稍微的，从上往下，擦一擦，沿袭一点古人的这种绘画呀，它是需要一定的耐性，呵呵一点耐性和时间的投入的啊。好，给它压住，压住，别让它跑了。大家画的效果如何了？好，是否达到你想要的层次了？从下往上，从下往上，稍微的带一下。笔触不能让它显得碎了。好，在交叠的位置呢，我们给它区分区分。好，暗部平整的，给它皴擦出来了，对不对？把它平整一些。然后一会儿我们在这个上方还要来加前方加一些什么树之类的。好，用淡淡的墨色把咱们亮的地方，把这一块是吧，给它擦出来。用淡墨把这种笔触皴过的地方和亮部呢给它衔接出来，衔接出来。OK， 是吧？好，左侧的边缘，然后我们还可以稍微的擦一擦啊，耐心一点点哦。左侧边缘，给它稍微的，是不是给它皴一皴？啊，这是山顶这一块啊，然后底部我们来再给它点一点。即便是没有干，你也可以稍微的往里边添加一些笔触，让这个画它有一些交叠的层次在里边。好，下方啊，下方我们拿出我们的牛耳，下方这块干的差不多了啊，拿出我们的牛耳，大号的尖号啊，你看这多大的一支笔啊，一个提斗，把咱们这个侧给它染的平整一些，染的平整一些，好吧？好，把这个底部稍微的染一染。但是淡墨的方式去染，从下往上，拽着走。
是吧？这个大的面积的地方，我们需要去给它铺一铺淡墨，去给它染一染啊，给它擦一擦。好，尤其像右侧的这个后方的面积，我们都要用淡墨。好，用洗一洗笔上的这个水分。哎呦，再往下拽拽。好，淡墨的方式把我们的这个岩石上方也给它染出来。我们之前都已经皴过了，是吧？好，让它墨色更加衔接，从底往上过渡的更自然，墨色也更加统筹。好，避免它这种杂乱。是吧？皴过的有很多小伙伴皴了那个画面了，很碎，对不对？就是需要一个是笔触上的大小的衔接要合理，是吧？皴擦的用笔的节奏感要对。再一个呢，你要用适当的墨色去统筹自己的这个画面啊，统筹自己的这个画面。好，再往下方走。底部这一块呢，要等它干一丢丢啊，这一块。好，上方都没有干啊，我们就先等它干，然后等的同时，我们呢可以画画下面的树，树法啊。有很多小伙伴说这个树呢长得呢不太那么的直观，没有关系，这个呢都是我们说一个渐进练习的一个过程啊。不同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方式的各种姿态的造型的都非常的繁多，我们以后都会陆续的接触到啊，陆续的接触到。那么你可以呢跟着我们这个回放里边的系统的课程来练习，都是可以的，好吗？那么我们的回放有120节完整的案例的直播，同时呢还会给大家赠送了系统的基础技法教程，同时还会进行历代名家临摹的课程的一个代练啊。好，然后我们再从左侧来画一画哈，永久的观看权限，永久的观看权限。好的，来我们在左侧这个树，大概小桥对过来吧，这一侧呢有一点比较浓重一点的树枝。你可以用狼毫的小号，也可以用我们刚刚说伊纹的那种笔哈，勾线笔。因为伊纹那个笔啊，它可以有很多的用途。推进一点啊，推进一点。只能局部的解这个画儿，因为比较长嘛，咱们只能局部的让大家解解。好，岩石上方对吧？我们可以添加一些这种姿态呢，各异的造型。稍微的加一加。好，适当的点上一些胎点。加上一些叶片在上面，微微的加一点，它画面看起来丰富一些。浓重的墨色哈，浓重的墨色。然后我们再从这个上方啊，这个比如说岩石的边角啊，加上一些这个胎点之类的，把这种岩石看起来非常的浑厚和刚劲的这种造型，它要微微的破一破啊，微微的破一破。有一些画呢，它追求一种高度的极致，对吧？它就可能更加的浑整，它就不愿意去打破这种浑整的效果。那像我们今天这种画呢，它会在边缘或者微妙的一些细节地方给它打破一点，加上这个浓重的介质点，或者说是一些胎点的感觉，是吧？去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画的细节，也增添点它的对比，一些小对比在里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哦。
没有点关注呢，可以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直播呢都会自动提醒你。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粉丝群，在群内可以获取我们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然后在左侧是吧？我们在这个石块的上方，我们先把这种点给点出来吧。好，我们加一加。这种转折的地方是不是前后交叠的地方？你看这种叶片的点啊，或者胎点，它就相对的多一些。啊，底部这一块，这就纯粹是胎点了，就不是叶片去点的了哈。首选推荐，目前这个首选它不推荐啊，然后后面遇到合适的了，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这个你看这个地方露成这样子，这个纸我都没敢折，都不敢稍微的给它折了。这么小心的使用它，它都还漏翻，这个纸张就不推荐给大家了。好，在底部是吧？好，在岩石的边角部分是吧？或转折前后交界的地方，也可以同样的适当来一点胎点，比如它偏顶部的位置。好，可以微微的破一破，啊，衔接到下面的浓重的墨色的位置上，不能画的过于细碎。好，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种纸呢，可能没有，但是我们一般画的挂历和一些其他的卡纸呢，我们都在小黄车里边呢给大家备上了啊，都给大家备上了。我们的直播的回放，还有我们这个相应的工具材料，我们爱吃的小零食，也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好嘞，然后我们再从下方给它点。好，这是它底部这一块啊，底部这一块。其实这块岩石它都会整体的给它染一遍，那我们目前没有染，目前没有染。来，我们再来画一画这个上方它还有的树，比如说这块啊，墨色都很浓重的哟。这块画的一棵也是一个枯树，两棵树大体的姿态呢接近。好，微微的点上一些点。啊，树木的姿态出来了。好了，我们呢大概给它画到这儿啊，大概画到这儿，然后我们再来把它的这个左侧这块岩石的边角给它点一点。小树那么就画在这里，那这块完了没有干，怎么办？最后的一棵树没有干，看山顶干没干？
山顶干的差不多了，我们把山顶的树画完，吹一吹，把干快点。也没有干的吗？这块干了。好，稍微用点淡墨，用点咱们的生宣纸给它吸一吸，好吧？生宣纸给它吸一吸，然后我们来一点浓重的墨色，啊，把咱们的这个树，画到我们的岩石上方，用浓重的墨色来勾勒，从上往下，对不对？好，把它大概的树的姿态给它勾勒出来。高矮的错落的来点枯枝啊，墨色是相对浓重的哈。好，大家伙儿再辛苦一下，一会儿我们就给它画完了，大概也就几分钟吧，啊，几分钟。然后，我们一会儿看看，大家还想画挂历吗？好，在上方我们添加一个小树枝。哎呀，没有干呐，不能让它晕开。我们尽量在干了的地方去加，高矮错落，而且浓淡对比关系呢，它很明显。来得及不？反正咱们就画着呗。哎呦，这晕的太厉害了，吸一下，等一等啊，等一等，再往后面去添加。边缘是吧？稍微的加点小枯枝之类的。边边角角啊，点出来。上面还没有画完啊，这块没有干，等它干一丢丢我们再来。兼用吹风机，是吧？这个因为它只是一张纸，吹了之后它就会皱巴的不行啊，所以咱就不建议用吹风机了。你等它慢慢干都可以。边角稍微来点细密的点，把疏密的节奏给它拉开，疏密的节奏感拉开一些。老师应该是短发，我的秀发又掉在上面了吗？好，然后我们呢再把边角再来给它，在转折这一块吧，我们稍微的再给它点上一点。啊，下面这块它还没有干哦，咱们推圆看看。底部这块呢，就只有等它干了，我们稍微的等一等吧。等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刚刚我们画的就是今天我们带大家画的这个案例的原图的这个画册，就是这个陈少梅，他所绘制的他的这个画册，总共呢上下两卷，也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给大家展示出来了。我们以后会经常的带大家画到这样的案例的内容，像长条的，包括横幅的，里边有一张画呢，我特别喜欢，以后啊得空啊，我会带大家一起来感受啊。先画挂历是吗？好的，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说陈少梅的这个画册，有需要的小伙伴啊，如果以后也想要反复的去跟着我们一起来尝试练习我们这个安利的作品，画一画我们的山水的话，你可以入手一本，是不是？这一张画叫《崖泉访友》，通过点景的人物是不是点出了画面的主旨？他的画作呢，用笔呀，我们刚说到的非常的轻犷，而且有这种南宗的这种隽秀，也有呢北宗的这种悍拔和这种健硕啊和刚劲。同时呢，他的画呢有一种文人的一种意趣，既有这种侵略的形式的，也有刚刚的水墨。这张就是这张叫《胡崖论诗》。以后呢，这只是一个局部哈，以后呢得空了我也可以带大家画一画。这是它的这个完整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都不用分两节，能听到声音吧？能听到吧？好，这个呢就是这张画以后我们会大家画到的《胡崖论诗》这张画非常的唯美，非常的唯美。然后还有比如说他画的很多的仕女，这就是在故宫博物院进修过的人，10多岁就在故宫博物院进修，是吧？一生呢阅览这种古代的名迹大家名迹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他的叔叔唐叔，是谁？官至军机处当时然后呢，甚至还成立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社团。蔡元培大家都知道北大的校长是吧？就是他这个叔叔笔下呢，的一些雇员他的姐姐呢，她更厉害了，书香门第嘛，他的姐姐这有4个孩子至少有一个你肯定听说过，叫夏明翰，对吧？有夏明衡这些呢都是那个时代的前卫的时代人物了具体的呢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咱就不多说，好不好？对于这种万壑松风，包括一些花鸟，包括像这样的山水似调频，这种绘制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带它画。其实这些案例看似复杂，虽然复杂有一些细节，我们其实尺幅合理的话，其实3个小时，像这种2-3个小时吧，都能画得完书的封面看看，就在我们屏幕下方，就是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可以入手一本呢，以后我们尝试的来画一画，好不好？书不仅仅要有它的实用价值，也有它的收藏和观赏和装帧的一种视觉的美好，这是我们今天临摹的是上卷，之前大家临的是下卷好，它这种唯美的画作，以后大家可以尝试多画一画。先画挂历是不是？可惜我买的画册给我退回去了，不知道怎么办。可以跟客服联系，有的小伙伴可能之前的那个快递物流不是特别的方便，现在应该都可以了，对不对？复杂的可以分几次，尺幅比较大的话，这张画尺幅也不算大，今天大家画的累吗？你们说说大家的感受如果觉得比较感受还是比较合适的，来敲个数字666，如果觉得累，你可以敲个数字1，好不好？那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整体的一个感觉，准备一个吹风机，吹风机就在旁边，肯定是有的。我屋里边2个吹风机了，就是说这个纸一吹，你看它湿了就褶了。你要吹干的话，它可能就更褶巴了，是吧？大部分都还好，是吧？中老年可能累一点好，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可以变异形式哈。咱们的回放也放到了咱们屏幕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好，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要，我们可以去选购，以后呢是永久观看的权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反复的练习，好吗？时间方便的时候都可以。好，这是我们底部这一块还没有完全干透呢，要不我们先画挂历我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一张挂历的，我觉得这张画应该2个半小时2个小时是能画完的，我又慢了一点，怪我。好，我这儿呢准备一个挂历，大家画不画？要画的就敲个1累了的你就先看你要干饭的你边看边画就行边干饭边看都可以的好吧期待画挂历是吧？
好嘞。然后我给他拿出了一份挂历啊，这个就是也在我们的橱窗上面，有需要的呢，大家可以看看23年咱们兔年的这个挂历。当然你也可以用我，比如说我们里边有一个软卡是吧？有一个软卡，这个是黄色的软卡。然后我们另一个用的是，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选择用我们的这个包的这个卡纸，是吧？这个白色的软卡。那这个软卡呢，它比较深一些，是吧？画我们这样的画面呢，它就比较方便啊。你可以用这两种其中一种，我就用你们觉得用挂历好，还是用这个方形的跟这个案例呢一样的纸张好？好，我先把这个拿走了哈。好，以后我们会带大家多画一些小品，你们选吧，画挂历上还是画在这个纸张上？吃饭吧，爱护身体是吧？我这个刚吃完，给大家一块播的，我还好。画挂历是不是？行，先画完，下面那个没有干，它没有干，我们得等一丢丢，等一会儿啊。有耐心的话就看一看啊，好不好？来，我们呢把这个案例图放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更清晰一些。这张画有没有同学能猜到啊？有没有能猜到这是谁的作品？来，我们要动手了啊！哎，其实我还好，我这刚吃完饭就给大家聊天，这个播了啊。好嘞，过年呢，大家可以画点挂历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包括挂在自己的家里边观赏都是很不错的啊。我们说崭新的岁月呀，有自己的主笔去描绘新的蓝图。我们来看一看金矿的山景是否符合你的口味。好，淡一点的墨子啊，刚刚我们画的这个手宣上用的墨呢都比较浓，虽然看起来不是特别浓，但实际它是很浓的。来我们来看一看，从整个纸张的底部画了啊，动手了。底部大约中间靠右一点点吧，中间靠右一点点，我们来把它这个岩石的这个轮廓，给它勾了一层，推进点儿啊，推进点儿。每天上午的9点半啊，目前我们是这样去安排的。好，勾了一层这个岩石是吧？在交叠的地方是稍微的是存一存，区分一下区分一下。底部这块呢，也是把底部稍微的带2笔。好，在它的后方，在它后方前后交叠的地方给它存一下。存到这里之后，你看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画它的树，其实很快的哈，大家稍微有点耐心。来，我们把左侧是大概左上右下画到大概画面的一半左右了啊，一半左右的高度，左上右下。好，大概把这个树造型给它勾勒出来了。大概的加一加啊，这是一些杂树，但是我们的墨色呢要可以轻犷一点，然后让这个画看起来更加的具有装饰效果，好吧？第一棵树的墨色我们相对的它要跳跃一些，要浓重一点点，对不对？那么再往下边走的时候，大家伙呢就可以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层次的过渡啊，对比关系了。然后比如说到它转折这一块，我们呢给它加一个树枝，但出枝不用完完全全一个角度，可以多一些姿态。还没有画完咱们刚刚的那个案例，因为没有完全干透，我们得稍微等一等哦，稍微等一等。我们这张案例其实画不了多久，就是这个挂历嘛。好，这个出枝呢，你都可以自己灵活一点，所以你甚至于不画多少都可以的，因为它这个主要是以叶片的方式去呈现嘛，
以叶片的方式去呈现。好，点上一些胎点，在我们的树干左右两侧呢，给它适当的点一点，用淡墨把我们的树干稍微的带带，让它看起来厚重一些，厚重一些。好，我们再来点淡墨的方法啊。我们很赶吗？我们在等后面那张画干呢。好，我们把这个后方的这棵树，一浓一淡的，一高一矮的两棵树给它带出来。树梢部分，后面这棵树梢部分呢，它墨色浓一点，但是越往下方走，它就要越来越淡。好，然后再从右侧我们添一添。好，下方的树呢加到这里，然后再往后方走的时候，我们再给它连叠一层岩石的造型，是不是？因为画的就是非常平浅的这种山川的湖滩的景象，湖滩的景象。然后我们再往左边走，等个10来分钟，咱们这个画就画完了，是吧？后面那张画干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了。累的小伙伴呢，可以灵活一点去安排自己的学习的方法或者说时间，好吧？我们把这块给它勾勒一块小的这个浅滩。好，然后在边角是吧，给它参差的错落开一点点。好，2层了，对不对？好，交叠到这儿之后，我们旁边它要带出一条山径的小道，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近处的浅滩和这个山石中间呢间隔出来的，间隔出来的。岩石偏暗的地方呢，稍微擦一下就够了。在边缘也是一样，边缘用淡的墨色，淡墨是把咱们的底部边缘是不是给它擦出来？好，给它擦出来。因为昨天我们不是给他说，今天给他画一个挂历嘛，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要兑现一下，兑现一下。好，来，我们来给它皴到这里，就岩石交叠这块你就稍微的皴擦一下，或者边缘的地方稍微凸显一下墨色就可以了，不需要你画特别多的内容。然后再来加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山峰了。这个山峰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不一定要特别的明显，是吧？比较从上，从这一块吧。好，这是我们的一种山径的小道，被这种岩石是吧遮挡住的大概的轮廓造型。来推远一点点，看到整体啊。再从它的大概这个位置吧。好，左右呢可以横向的来一点笔触，来一点笔触。
啊，底部你看交叠几层就可以了。交叠的同时，你稍微的给它皴擦区分一下左右关系。啊，黄君璧的作品对吧？是的啊，是的，是黄君璧的画。嗯，当然我们这个到时候画的这个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挂历啊，画的这个挂历也会放到我们的回放里边，都可以看，都可以看。在底部的稍微的给它皴一皴。好，山顶用淡墨是不是衔接一下，过渡一下？好，你看丝滑，足够丝滑吧？啊，这个笔啊，揉来揉去啊。我们以后用毛笔，不仅要用的笔尖儿、笔肚是吧？笔根咱们都要用上，都要用上啊。这种丝滑的味道是吧？舒服、惬意啊，爽快。好，那么我们对这个毛笔的把控啊，就在于你的熟悉度了。你要越熟悉是吧？你就越自由、越洒脱。好，下面我们来一点芥子点，把我们的这个树的姿态再给它点出来，然后根据这个出枝嘛，大概的丰茂一点点，大概的丰茂一点。饿了累了，来个大白兔吧。饿了累了，来颗大白兔，让自己呢这个肚子呢饱一点点。好，山顶的墨色比较浓重，左下角。根据它的出枝，顶部浓，越往下面走，它越来越淡，甚至于会适当的稀疏一些。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没有点关注呢，可以点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每次直播会给大家自动的提醒，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获取每次直播时的提前给大家通告的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吗？啊，像最近的话，马上就要跨年了，还有半个月，是不是就跨年了？那么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呢，带大家画挂历，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在新的一年的计划表了吗？好，准备新的一年干多少张画，画多少张画？现在的尺寸是33×33的这个挂历，好，左右两边各带带。好嘞，一起跨年是吧？要看腿长不长了啊，腿长叫跨年，腿短的那叫蹦年是吧？蹦跶着过就行了。然后左边你可以稍微的出一些小枝。啊，叶片之间我们不能让它显得琐碎，对吧？该密集的还要密集，这是我们很多小伙伴需要注意的地方哦。好，后方呢，那个我们就用颜色来给它点就可以了。然后把浅滩的这个造型和地面，是吧？或者小道，微微的带一带。好，山径的小的画出来。现在岩石之间没有特别多的墨色的区分，可能看起来不太明显，对吧？没有关系，一会儿我们用颜色来给它区分就可以了。在它的后方，我们呢再来加一棵小树，墨色要浅淡一些。那这棵树，它感觉是像柳树一样，那我们来加点柳条吧。
是不是从上往下耷拉着这种柳条？在远处画的这种柳树呢，不一定要特别的清晰，是吧？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用衣纹的这种衣纹这个线条勾线笔来给它勾一勾，比如说从右侧啊，微微的带一带就行。毕竟是远处的嘛，还不一定特别的明显。然后主干，然后给它勾勒出来。有时间了就学的吧。好嘞。啊，在我们的这个树枝这块你看该密集的地方，甚至于浓重一点的地方，都可以密出来，都可以再加一加。好，这是我们前方的岩石哈，需要皴擦的，然后我们稍微的给它点一点，稍微的在岩石上方点一点。加上一些胎点是吧？增强一些对比，让画面呢显得更丰富一些，啊，显得更丰富一点。然后前方是吧？微微的来2棵高矮错落的小树，对不对？高矮错落的浓重的小树，啊，姿态感看起来像就行了。是吧？这个其实画一个挂历挺挺快的啊，挺快的。当然你要看你画的精细的程度了。这个是生宣嘛，所以它画起来比我们熟宣会更快。它不会像熟宣，我们要去注重到每一笔每一画的那种提按转折的这种方法。好，后面它不是要有浅滩吗？对不对？又要浅滩，我们要给它衔接过来。好，这是我们画的远景的这个浅滩，远景的浅滩给它画完，然后我们稍微的给它勾勒皴擦一下。当然记住了，这个挂历呢，大家不要不要画反了，你就画的时候就把这一侧呢留出来。有的时候像上次对吧，我就给它画反了，把上面画到下面去了。小伙伴们提醒了我呢，我还没发现。这个呢，这次咱们就吸取教训了哈，就把这个露出来，把这个挂历呢直接有这个文字，有咱们这个日历表的这一面呢展示到下方。好，远处呢，它又是一种高矮错落的小的斜坡。那当然画远处都要墨色比较淡啊，墨色把这一块儿给它添加一下。好，这是远处的浅滩的边缘，是吧？浅滩的边缘，然后上方的小树呢，这种石头上，是吧？参差的错落的来2笔就可以了。然后后面它有一些，我们大概画一个树的姿态出来，一会儿用颜色去给它点，啊，用颜色去给它点。本来想给大家画一个山中的湖景，山中的一个湖景的景象的，但是画的那个湖景呢，我想的又是岩石，大家可能都画反了。我觉得，所以就大家画一个这个树叶啊，相对多一点，颜色呢丰富一点的内容，好吧？好，在岩石的边缘
不管是这一侧从上往下，我们可以稍微的点上一些。我的台历是正常的不用倒过来了。山顶对不对？转折，我前后的交叠，我们呢给它稍微的淡一点点，来一些胎点。然后胎点点在转折的位置上，是不是？好，然后比如上方我们的高矮错落加点小的点。在座各位小伙伴，你们画了多少个台历了？好，我们点的这个岩石的这个上方，对不对？包括底部也是一样。点了1000，辛苦辛苦。好嘞，好，大概的一个空间的景象是吧？我们基本上是有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给它稍微的添加一些细节，在这个树上方和画面的远处。在远处我们稍微的来个平坡，是不是？平坡上方它有个小的房屋的感觉。好，小房屋在这个边缘。好，旁边有一些小树，高矮错落的，给它点一点，点一点。哎，对不对？它就丰富起来了。这样的画的台历是方向是对的啊，方向是对的。好，这个树的叶片，我们可以用颜色的方式呢，再来点一点。好，大致的效果出来了，对吧？来，我们上颜色，染完我们就可以把它给视觉的效果呢，就给它画出来了。来点赭石，就2、3种颜色就可以了。赭石，哎，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花青，先用赭石来染吧。用咱们的这个白云笔，对不对？好，用的是白云笔哈，在咱们套装里边的那个笔里边有，小黄车里边大家可以看一看。好，可以调和一下咱们的赭石色。海景房，湖景湖景。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点稍微的淡一点的赭石色。把这个石头用淡赭染出来。好，给它染出来，对吧？山径的小道，用赭石色，是不是？那凸显一点点。树干，赭石，对不对？这一侧也是赭石，没有完全把这个岩石都用赭石色染上啊，它是我们只是局部或者偏底部被交叠、被皴擦过的地方。好，然后远处呢？远处我们也可以稍微的用赭石，是吧？把边缘至少给它皴染一下。
好，然后我们来点点花青，来点花青色。花青呢？刚刚是不是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了的？好，我们用花青呢，把它的亮部给它提一提。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上午9点半，今天呢拖的时间有点久，但是以往呢但是我们给他画的内容呢，但是没有打折的哟，内容是没有打折，而且是更加的丰富的，可以把咱的山顶，不对，岩石的顶部用我们的花青色是吧，给它染出来。好，岩石上方。远处的淡淡的花青，再从顶部给它染一染，是一个顶部相对的这个冷一点点，底部呢暖一点点。肚子饿了吧？来个大白兔啊，来个大白兔奶糖就好了。我呢是这个在早上吃完饭，咱们就才开的播，所以整个还好，整个还好。好，你地面不想让赭石色那么的跳跃，都可以用花青呢，再给它染一染，再给它染一染。好，左边也是一样，左边也是一样，稍微的给它带一带。当然，我们画这个挂历啊，没有特别精细啊。我们明儿个带它画一个更更炫丽一点的。好嘞，然后我们来一点点花青啊，不，来一点点这个藤黄，把我们的颜色呢调和的偏芝绿一点点，偏芝绿一点点。用花青加咱们的这个藤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来点这个叶片，我们来点在这个树的，是吧？这个枝干边缘参差的错落开，好，给它适当的丰富一下，不要显得散乱了哟。同时，这里边我们还可以调和一点点赭石色，调一点赭石色，让它点在里边，让它颜色变化更丰富。到家了还在画是吧？陪大家画画，陪大家聊天，陪大家摸鱼，摸到星期天。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对不对？好，是不是2棵树大体的一个姿态，或者说细节呢？就有了。左边那棵树，我们就直接用赭石色去点就可以了，点在这一侧。好，用比较明显、肯定点的笔触，是吧？点远处的这棵树，松动一点点啊，松动一点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变异形式，是吧？如果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饿了你就边干饭边看都可以啊，好不好？好，边缘差不多，咱们点的位置呢，就先到这儿。好，远处的你要染点颜色呢，都没问题，都没问题。颜色是吧？大家的这儿。然后当然可以来一点点花青，是吧？淡淡的花青，把我们的柳树微微的带一下，微微的带一下。远处就让它浩渺一些吧，
让远山就浩渺一点。好，远山，比如说我们来一笔，大概能看到一个山景。OK， 好，下面前方是不是石头上面我们再有点划清，局部的给它加重层次感，是不是给它体现出来？啊，你看我们画了一个小挂历，是不是很快的嘛？很快的嘛就完成了。你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再处理点更多的细节。颜色15号是吗？是的，用的我们的玛丽牌的24色，大家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这个15号呢是玛丽的12色，我们用的是24色，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啊来进行挑选，好不好？来，我们呢把这张画画的差不多了，哎，等它干一干啊。这个呢没有完全晕开，是因为它这个纸呢湿了，它有一点润。可以截个图，截了之后我们来继续把下面这张画画完啊。我们只是今天画的稍微有点时间有点久了，来推到这儿是吧？推到这里。好，我们把这张画给它画完喽。今天就画完。下次我们要画这种画，我们就找2节课，2次直播带大家画完，行吧？其实也还好，我觉得也不算特别累。就我的感觉来说的话，如果确实累的小伙伴呢，就歇一歇啊。确实年长的小伙伴呢，却不容易啊，不容易。在左边，我们来给它添加一点咱们的这种小树啊，在左侧的边缘，大约是从它的上方啊，就在差不多横着中心线上方的位置嘛。好，给它勾勒出来。类，然后是双钩的它的轮廓。它这一块呢，有一些小的细节。长到咱们这个石头上方的啊，好，这个树大概勾勒出来了，出一点点枝。挂历一会儿给大家截图吧，一会儿截图就可以。咱们先把这张画给大家完成了，再不完成，大家伙儿可能就跟了半天了，一张完整的画没有，那不能。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棵树的一些基本的姿态，那你可以往里面去添加它的一些粗枝，包括它的叶片，对不对？没有看完，回过头来还可以看，回过头来在咱们回放里边呢，还可以进一步的看到啊。这是我们画的这棵树，然后这棵树呢，它在这个大概这一侧吧，它好像有一点点出了一棵树干，到它的后方去，因为在后面它还有一棵姿态呀比较明显的。这个树枝看起来繁复的小伙伴，你就先等一等，自己先不用画，你就先看，好吧？确实累，你就先看，好吧？看了之后心里边有一个大概。那当然，如果你有了回放呢，你可以自己想看哪儿就看哪儿，是吧？什么时候方便你就就看哪儿啊。
好，然后长短不一的添加点咱们的树枝，丰富一点点，对吧？然后左侧。好，在边角，是吧？适当的丰富，是首选。我不吃饭啊，我吃过来的，长短不一啊，适当的叠加。啊，丰富到它这个树枝的左右两侧，有长有短。好，在这个树的末梢部分呢，它是点了一些胎点，用比较浑厚的墨点，点在，是吧？左右两侧。好，给它点出来。在树梢边缘，那墨点很大啊，墨点很大，包括这个树的这个上方也是一样，树的这个上方也是一样，给它点出来。然后到这个树的这个转折这里，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不太规整的一些点啊，一些点，去把这个画给它加一加，多点小红心是吧？好，没有画画，就是你就在干饭的啊，左手也别闲着，咱们点一点啊，点一点。当然了，我们如果确实费劲的小伙伴啊，回过头来我们呢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回放呢去练习练习。好，这块我们呢稍微的添加的丰富厚重一些，对不对？底部同样，其实我们要用一点淡墨给它衔接下来。因为河流的两侧是吧？我们需要用淡墨呀去给它衔接，用淡墨方式衔接，包括在这岩石的左侧边缘，我们都还会用到淡墨的。左侧边缘。好的，然后我们呢，在这个树的边缘是吧，把这个岩石给它衔接好，这张画到时候我把它放到我们这个回放课程资料区啊，给大家把完整的案例图呢展示给大家，好不好？前面有些案例呢我们没有展示，找到了我们也拍给大家看，拍给大家可以呢比对是吧？课上画的呢，跟我们实际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山顶部分是吧？稍微的来一点苔，来点这个小树，稍微来点小树，就可以了。啊，右侧边缘，包括这个上方，有时候点了200多赞，好，辛苦。好嘞，差不多这块细节呢，就差不多到这里。
点完了树，是不是树梢部分它会微微的来点胎点，会微微的来点胎点。啊，不经意的来一些墨点，是吧？在这个岩石上方，它也可以让它很松动，是吧？很松动一些。啊，这是我们大家画的这个陈少梅的这个牙泉访友啊，牙泉访友。顶部这一块大家可以截个图，底部一会儿让大家截啊。啊，截好了敲666，截好了敲666，大家伙儿辛苦了，是不是？好，我们带大家画的这个案例呢，就是陈少梅啊。这个上个世纪上半叶啊，著名的一个大画家，也是教育家。然后呢，他从小我们说，因为天资聪颖，所以呢称之为字少梅，原名呢叫云章，书香门第之家呀。所以你也感受一下他的这种秀美和隽永，当然又不失这种刚浑的这种遒劲的力量感啊，可以染色。它的原作呢其实是纯水墨的方式染的。我本来想带大家染的，再染可能大家伙儿可能憋不住了。好嘞，我们现在需要截图的可以截一下啊，截了之后啊敲个数字6啊，敲个数字6啊。其实功夫没有白费，你时间稍微紧凑一点，你不还得下次还是照样的得花同样的时间吗？对不对？啊，还在画呢，吃饭了是吧？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截一下底部啊，底部。我们这张画细节还是蛮多的啊，蛮多的。我当时觉得是一节课是可以画完，我又高估自己了是吧？下次我们画2节课，画一个更复杂的，好吧？好，如果啊都截屏也截好了。来敲个数字，敲个什么？你们说，那不得来个666啊，对不对？好嘞，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画的内容。那么这张案例图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的这个陈少梅她的这个画集，她的这个画集的上卷里边的第170页的内容。后面我们会陆续带大家进一步的去了解和临习她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观赏性不错，而且呢有一定的细节，能帮助大家去提炼自己的笔墨技法的，尤其这张啊胡牙论诗，截好了是吧？好，可以在群内呢相互的分享一下。那么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深入的了解和系统的了解我们的国画的小伙伴，可以呢进入到回放的课程学习，里边有系统的技法教程给大家赠送的哈，而且是永久的观看权限啊。好，这个挂历呢，我们也放到了我们小黄车里边啊，挂在了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啊。有需要的呢，可以截个图，下次我们给它画个精美的啊，更漂亮一点的。书很精致，打印效果呢也比较清晰，至少同价位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啦，蛮高的了啊。好嘞，样稿放大看看，什么样稿？刚刚那书吗？我们那个书你就点开链接里边也会有相应的细节。浓淡墨要换笔嘛，你想换就换笔，不想换你就可以不换笔啊。好吧，期待我们到时候在这个学习的这个班级群内和大家再见面，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案例的绘制呢就先到这儿啊。各位小伙伴们，祝大家越画越好。可以呢，吃个午饭，睡个午觉，美美的睡一觉啊，做个美美的梦，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拜拜拜拜拜拜，明天我们再见。